有人问我阿诺这个，给我跪地上道歉啊，说这是装的还是真的？那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说假如一个小孩他认字不全啊，看到我爱你给读成了我受你啊，这没有任何问题，很可能。但是孩子不可能，比如说看见他妈妈想表达我爱你的时候，说出我受你，因为绝大部分人类对语言的掌握都要远早于文字认读。只要一个人智力正常，就算他是文盲，他也不可能不会说话。尤其是常用词汇是很难说错的，比如即使一个人不认识跪这个字儿，但是下跪跪这种词儿他不可能不掌握。但阿诺的表现就相当于他从来不知道跪地下道歉这种口语的说法，反而恰恰知道跪和啐看起来很像，然后给他说什么你啐地下。除非他是真的左脑和右脑完全两个系统啊，一个不会说话，一个认字但不多，然后渐渐被三体人控制了，否则阿诺不认识这个字儿，但不认识不太可能。那这些常用词的口语呢，大部分人在少年时代就能掌握，即便他不认字儿，也不可能在表达意思的时候读成类似字形的错别字。时隔渐切，开传播公司一堆瑞蜜差点养育了。换句话说，阿诺可以把犀利看成屌利，也真太屌利了。但是他如果想说一个人犀利去说成屌利不太可能。但是呢，也有可能的，比如阿诺的这几个。上面你答应我的那个雪茄得了甲坑啊！哎，这就相对的符合逻辑啊。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魏主曹丕，其才智不及曹操，但皎洁不亚于乃父。你看陆老师的诸葛亮这句话本来要说狡黠不亚于乃父，但是呢，狡黠它确实不是口语常用词。就像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傻子就以为皎洁写成他呢，哎，考试就给答错了。所以一旦一个词汇它并非是底层的日常口语啊，比如阿诺最早接触到雪茄、甲亢这些词儿，不是别人讲出来的，而不知道他在哪看见的文字，那可能在他记忆里的这俩概念就念成雪茄和甲坑啊。再比如伊朗的传统宗教索拉斯德教或者叫拜火教，它有个别称写成这个，我小时候就给读成了叫袄教，后来才知道这个字那边是天，它不是袄的那个腰啊，所以他读仙教。但是呢，我有个朋友是山西介休人，虽然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是他们县有一个古拜火教寺庙，俗称叫仙神楼。那他不认字的时候就会叫它仙神楼而不是袄神楼了。当然有很奇怪的，比如吴京老师的这个只是一点点暖胃。虽然我觉得暧昧是个挺常用的词儿，但吴京老师大概率不是在和阿诺一样搞抽象，可能他第一次在书本上看见暧昧这俩字儿就读成了暖胃，哪怕他知道暧昧的口语怎么说，但他可能没有把暧昧和这个暖胃给对号入座上，认为这个暖胃是一个从未见过高级的词汇啊，表示这种暧昧关系，所以访谈就给说出来了。其实啊，正是因为新中国之后我们的识字率陡然上升，就已让大家快忘记了一个常识，那就是语言和文字是两码事。我经常说文盲不是不会说话，而且如果真文盲，他恰恰不会受到文字的影响，把口语词给读错字。只有在受了一定教育水平之后，对于一些高级书面词汇，他可能是先接触了这字，在学发音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了秀才识字读半边。而且其实读字读半边如果放在语言发展史上还真没有什么错。就拿刚才这个暧昧来讲那个昧和魏，包括现在这个魏然的魏啊，早在汉代的时候读音都类似 must 这样，直到了唐代左右呢，一个读音成类似 moi， 另外两个读音类似成了 mie 啊，其实也挺像但是进入到宋朝呢，汉语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音变，就是它的 m b b 等双唇声母变成了 v f 这样的唇齿辅音，所以那个 mie 就逐渐成了 魏的音，后来成了魏。但是因为那个昧的发音 moi， 它那个 u 是个后元音，所以它那个声母 m 就保留了，现在还读昧。你看现在广东话这个魏微其实还读昧呢，所以呢，类似魏这样的属于典型的形声字它跟魏这个字意思没关系，它只是借用魏作为一个声旁表音，你可以理解成是个字母，然后再加一个日口去表意的模式。形声字创立之初就是为了方便你读半边认字儿，只是随着口语音变发展就会变成不同的发音了，包括那个霞和节，其实他们最早借的都是吉这个声旁。在先秦时期呢，一个读 glit， 另外两个读 git， 发音很像。那到了唐代左右呢，第一个呢演变成类似 head 的音，后两个变成了 get音，再到了明清的这仨就分别成了霞给吉到了霞节吉，虽然都带了个吉的声旁，但是读音差已经很大了。好玩是古今的语音演变其实让很多古代的谐音梗都丢失了。有一个著名的典故说庄子和惠子看见水里有鱼，惠子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反问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属于一种哲学上对认识主体的讨论但实际上鱼的上古音读成我的上古音读成了，其实读音非常像。庄子这个反问除了带着哲学思辨，更带着一个谐音梗的俏皮但是后来呢，汉语里面的鱼从演变成了鱼，而我呢从了演变成了我，读音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同样属于汉藏语系的藏语的那个鱼还读成我读成那还是很存古的你说这个藏语看起来和汉语很不像怎么能和汉语还同源呢？这就像我说的，不止你学语言的时候是这样，整个人类历史文字都比语言出现晚得多。汉语藏语分离的时间超过6000年前主流认为呢，汉藏共同祖先都在河北太阳山一带，那
个时候原始的汉藏语是一样的，还没有文字。但等到藏族先祖和汉族先祖分离走向高原之后，在华北平原3000多年前的商朝，汉语的汉字已经开始成熟了，但藏语一直没有文字。到了7世纪，相当于唐朝的时候，他们才借用了印度的梵文字母，改造出了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啊。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拼音啊，字母表是这样的，比如鱼就写成这个，字母表里它读呀；我写成这个，字母表里读啊。但是呢，正因为它是个拼音文字，它因为口语不是会演变吗？会音变啊，导致现在藏文的拼写和口语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的。就比如这是俩很常见的藏语人名，如果你按照字母读，一个是 Bglashish， 一个是 Bustandazin， 但是目前的藏语口语啊，一个读加喜，一个读 Denzin， 对，就是扎西和丁真。所以你能看出来啊，拼音文字虽然好拼好学，但是随着口语音变，如果你为了新口语改了个新拼写，那古籍你就读不懂了。那如果你不改古代的拼写，你学起来拼读就非常的费劲别扭啊，那比汉字学的还难呢。汉字虽然入门难一点，但是对于2000年前的古籍，你看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就是能知道啥意思的。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的发音，你写成 sklubung 啊 gandling 啊 deglov， 你不知道还以为是俄语呢。不过就像我前面所说，汉字它绝不是很多人所谓的象形文字啊，这把我说低了。按照《说文解字》的编排，当时9000多个汉字里纯象形会意的啊，比如说日月火水木、修民森从众啊这一类，也就1000来个，剩下接近8000来个汉字都是假借形声字。除了刚才讲的形声，假借同样是一种表音转写，什么意思啊？最常见的就是繁体的这个吴，它本意是个跳舞的象形，这个字儿也就是跳舞的意思，而上古音呢，这个跳舞读成马，但是呢，当时表示没有的吴读音也是马，但这个吴就很不好画出来嘛，所以古人就用同音的这个舞蹈去象形，用来指代吴的含义，但又怕这个吴和舞蹈这个概念含义冲突了写出来，所以呢就给吴又加了俩小角，表示原来舞蹈的舞的意思。哎，这种用一个实体概念的象形借去表达一个同音的虚拟概念，甚至为了区分俩字呢，这个字表达本意的时候反而还会进行一种改造，这就是叫假借。类似的还有官的本字是棺材，但假借表示了官员，反而表示棺材的时候加了一个木字旁。这个王的本意是麦芒，借去表达了消失的王，那表达麦芒反而加了一个草字头。药的本意是妖，却借去表达了索取的药，那表达妖的时候反而又加了个偏旁。其实这种假借象形文字用作表音使用的模式，全世界古文字都是一样。就比如两河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圣书体文字，最早的虽然是象形文字，但是因为大量的虚拟概念它也不好画出来，那它该怎么办啊？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就导致啊，比如楔形文字里边箭头的读音是 d， 生命的读音也是 d， 他们就拿箭头这个文字也去表达生命。嘴的读音是嘎，那么有嘎这个音的单词呢，就都可以写嘴这个符号表示这种字母。埃及那边也一样，像这个文字是房子，发音类似 blow， 那随后呢，很多有 blah 这个音的词就都会用房子这个字符去拼写。那久而久之呢，这些语言的绝大部分的文字都变成表音字母体系了，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破译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大家就是发现后期的埃及文字绝大部分已经字母化了，画啥和本来意思没关系。而古埃及人的后裔埃及科普特人，他们念经的时候呢，还是使用一种希腊字母拼写的古埃及语的后代，所以呢，就把这个科普特语和古埃及文字一比对，就能逐渐破译出他们的字母表，然后拼出那些单词本来的意思。而且埃及文字的字母化呢，在历史的发展里还越来越彻底，就比如它演化出了西亚更简易的什么迦南字母、阿拉美字母、腓尼基字母，就比如这个牛头符号 Aleph， 它就变成了表示喉音 a 的字母， Bes 房子就成了表示 ba 的字母，这个骆驼 Gimel 就成了表示 g 的字母。没错，你能发现很耳熟是吧？这个字母体系呢，后来就演化出了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在意大利半岛演化出了拉丁字母体系，所以现在什么英语、法语、德语，它都是借用了拉丁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而已啊，他们原来是没有文字的。那在亚洲呢，腓尼字母演化出了叙利亚字母、阿拉伯字母、托勒米字母等等，可以说全世界大部分主流语言都没有自己的原生文字，基本都是借用了腓尼基字母衍生出来的这个体系去拼写自己的语言。你要是想学啊，大部分语言认字不会超过1周的，所以语言这个东西就是非洲、北美的一个土人部落它也是有的，但是原生文字啊，只能在发达的古文明里出现。而在如今呢，像埃及、两俄、美洲土著的文字都已经成了死文字，只有这种变种的表音字母流传了。而汉语的汉字是主流语言里面唯一一个拥有原生文字的系统，而正是因为汉字没有让自己完全的字母化，导致全国那些如果用拼音字母写出来的不亚于欧洲语言差别的方言们，都能在一个文字体系下互相可以辨认。哪怕是境外的日语、韩语、越南语，同样你可以写汉字，然后读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比如你看这个歌，
没唱之前是不是都认的？但唱出来就成了。希拉卡巴奥苏拉米纳米嘎兹，他不想写成白话清空南风，甚至在他们遇到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面对什么 Republic、Academy、Telephone 等概念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全不像全世界大多数民族只能音译应记，而是找出中国古书里面的共和经济，然后又拼出了电话等等。古老的汉字，它却一直能应对前言。那么汉字没有走向拼音化，自然和我们多为单音节词，然后语法是靠着语序和虚词的分析语，而不是日韩欧美那种靠着后缀的黏着语、曲折语有关。但最为重要的还是我们很早就形成了有着文化广泛认同的大国，它也一直是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文明中心。这种强大的力量就导致我们不需要再借用其他文明的字母获得那些看似简易的扫盲，而是用专为汉语而造的文字，象形会意，假借形声并行。它能去给本只有声音的语言增加了图像这个维度，甚至会让中国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对语言文字的概念都相对模糊的族群。我们是那种少有的会认为语言文字天生一体，甚至什么先有文字再有语言的这种虽然错误但却厚重，甚至让我有点自豪的误区。所以当诺神脆下，陆毅老师皎洁，吴京老师暖胃，能够屌力的骂别人傻福，我们反而感到的不是荒诞，而正是我们中华民以汉语汉字为核心的灵魂传承，是那种不需要造谣拉踩也能发自本心的自信。